最近你在忙什么吗？最近当然是在忙一些英老师并没有停更，要继续follow我们的 Facebook 是 YouTube。记得订阅我们，然后开启小铃铛。Annie 老师在第6集的问与答已经说明了什么是植物学艺术。那我想问，为什么人们要画植物学艺术呢？为什么要画植物学艺术？跟什么时代有关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对植物知识、植物美学需求度是不一样的。大约400-500年前，人们开始科学革命时代，大家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多生物啊、植物啊，或者是人们啊、地球科学啊、天文啊，都会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当然，植物是这自然环境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人们会想要了解它、研究它、观察它，就会有需求把它绘画下来。如果你要去说这个花有5个花瓣，它的花瓣可能是椭圆形或者什么，这些形容可以，但是它不足以让人们从非常客观、直观的角度去认识植物科学。所以呢，就干脆请植物学艺术家去把它画下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在400-500年前，人们到全世界到处去认识新的植物的时候呢，除了植物学的科学家之外，也会有绘图师共同前往，然后共同研究，然后共同去做记录。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为什么要画植物学艺术？那个时候还不到艺术的部分，它可能是绘图，它的绘图比较实用性，比如说认识新的植物，这个植物可能可以作为粮食，可能可以作为药用，或者是其他使用的目的在那里。那植物的认识或者是辨认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一个不小心把植物认错了，你有可能就食用到对身体不好的植物，所以在那时候的食用价值是比较高的。随着欧洲国家他们经历了科学革命、大航海时代等等，他们的经济一路在发展。那你知道，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于实用性的需求仍然存在，但它的比重会降低，会有更多是来自于欣赏、收藏，或者是保存跟生活或者是视觉美学等等有更多的需求的时候，植物学的绘图除了在科学的应用上面呢，它会慢慢的有更多爱好者会去喜欢这一类的艺术作品。这一类的人，他当然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艺术作品爱上植物，去认识植物，或甚至去种植植物，或者是发展出一些园艺的行业等等的。那这就是更多衍生性的需求。随着时代的演进，譬如说我们到现在的人们为什么要画植物学艺术呢？我们到现在植物科学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步骤，即便是现代，还是有很多的植物学家在各地发现了新种植物、变种植物等等的，还是都在写论文做研究。因为论文会需要及早发表，在时效上的需求其实蛮大的。而现在我们的绘画技术啦，或者是影像处理的技术非常的成熟，非常的进步，所以呢，现在很多学者他们可能会运用照片集合或者是集成来支持他们论文里面所提到植物的特征，那这样会比较有时效性。他们不一定会选择找一个画师、找一个画家或者找一个艺术家来把他们发现这些植物的这些形态啊、特征啊等等的，去把它用手绘的方式去画下来。手绘等等这些可能就不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你会觉得说，那植物学艺术在现代是不是就式微了呢？其实反而不是的。根据我长时间的这些观察或发展，还有包括文献上面的记录也是，此时此刻我们的植物学艺术家的人数一直在增加，而且是蓬勃发展的。那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发展到现在，人们在工业革命之后，对于财富的积累啊、生活的改善啊、科技的发展啊等等的，都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所以我们会回过头来关怀自然，关怀跟我们生命更贴近的东西，动物、植物，很显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另外，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艺术作品，接触到了很多的视觉表现方面的创作，植物学绘图它就变成了植物学的艺术。那变成艺术呈现就非常的多元化，包括了呈现方式的多元化、风格的多元化啊、媒材的多元化
化，或者是在它表现场合的多元化等等的，就变得蓬勃的发展。所以说，现代的人为什么要画植物学艺术？当然，除了呈现，很多时候自娱于人，充实自己的生活，建立起自己的生活品味等等的，又有各种很多元的这个需求。所以现在真的很多人在从事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听Annie老师这样讲起来，植物学艺术也是从很久以前就发展到现在。以前比较属于实用的阶段，就是画图鉴，然后帮助我们认识植物，一路慢慢演进到现代，可能变成艺术作品，是没错的吗？对，没有错。即便是古时候他们很久以前画的东西，像现代，譬如说，包括我自己在画植物的时候呢，我也会回去参考以前的艺术家、以前的画师画出来的作品，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代在跟不同的植物学家合作研究的重点可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植物，所以呢，我就会去多看在每个不同的时代或在不同的主题底下强调这个植物那样的特征等等，这些都是人类知识的累积。我们后人就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面继续研究下去。我觉得现代的植物学艺术家其实也在科学跟美学当中有许多的转换，有的人会在植物学艺术的呈现上面强调视觉上面的享受，视觉方面的呈现。有一些人即便这个科学的研究已经这么多年了，他还是想要去把它研究出来，想要以更现代的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把这一些科学的讯息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不错的动机。好哦，Annie老师说明了植物学艺术的发展以及用途。因为大家对于植物学艺术家都比较不熟悉，今天能借这个机会，请老师帮我们介绍几位吗？ OK， 因为有很多的植物学艺术家，那我呢就跟大家介绍3位，对我来讲启发性很高，我也很欣赏他们的作品，即便我自己做不到。